Hello， 大家好，时间是真的过得很快，啪的一声，2024年已经是过去一半了。今年618，大家都有换季的打算吗？有的可以扣个1，没有的可以扣个2，等双11的可以扣个3。那么先来一波省流小助手。从大米个人角度来说，今年618最值得购买的机型主要是2000到3000左右的8Gen 终端机，另外呢就是3000到4000左右的中杯旗舰。前者属于是旗舰级，性能下放，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游戏体验都不错，还有大电池、高功率快充普及。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这个价位机型是比较实用的选择。而3000元到4000元左右的中杯旗舰，则是影像外围规格全面开花你可以理解为去年不少 Pro 机型才有的今年很多中杯机型都标配了。再结合价格，综合使用体验呢很甜点。今年反倒是各家超大杯机型基本是到了瓶颈期了，除了相机这块依然有优势，其他方面对比去年的超大杯进步呢不算大，甚至部分体验对比中杯机型还有些倒退。当然，无论是中低端机型还是旗舰机，经过几个月的市场波动之后，价格水分相比首发呢是挤掉了不少。再加上618期间电商平台的促销优惠，确实是1年1度的购机好时机。那么从1000到1万，今年618有哪些超值真香机呢？一起来看一下视频暂时没有换机需求，或者说暂时来不及看完视频的小伙伴，可以先点一波收藏，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参考。大部分机型推荐都结合了我们之前的实测数据和体验如果觉得视频对你购机选择有帮助，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下，感谢感谢。1000到1500档位主要推荐3款，这个价位机型每家100元都会有不小的配置差异，大家呢按需购买。首先是荣耀 X50， 一方面是高端设计大众化，你看这1000出头就能买到类似于 Mate 60 Pro 的造型设计放在线下确实挺吃香的。另外呢就是骁龙6 Gen 1，轻度使用流畅度呢尚可，5800毫安时电池加33瓦快充，不玩游戏的话续航不错。1000元出头就有 1.5K 120Hz OLED 的曲面屏，还有光学屏下指纹。当然，外围规格呢是属于要啥没啥，转子马达没有红外 NFC， 也没有 WiFi 6，适合要求不高的老年长辈用户。618参考价8加 128GB 1100元，12加 256GB 1350元。如果说1000出头想买台流畅度不错的 LCD 屏机型，那么可以考虑爱酷的 Z8，天玑8200处理器性能不错，王者120帧、吃鸡90帧呢都没啥压力。5000毫安时电池加120瓦快充，体验呢同价位越级，双扬 NFC WiFi 6呢也都有。LCD 屏的优势呢是无屏闪不烧屏，适合长时间停留相同画面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外卖小哥或者说经常刷短视频的用户。缺点呢是屏幕下巴比较粗，综合显示效果不如 OLED 的屏幕机型。618参考价8加 256GB 1200元，12加 256GB 1350元。经过1年时间红米 Note 12 Turbo 第三方价格已经是下探到了1400左右。骁龙7加金作为去年终端神优，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玩游戏，都要比天玑8000呢更强。Full HD 加120Hz 类钻排 OLED 的屏幕，显示精细度一般，其他综合素质呢不错。屏幕呢也没有大塑料支架，适合预算有限，但是对于性能游戏体验呢有一定要求的学生的朋友。618参考价12加 256GB 1350元，12加 512GB 1450元。在 Turbo 3的衬托下，1500档位的 K71呢是直接真香。天玑8300综合来说和8加呢差不多 ，CPU 能效还比8加略强点。游戏实测呢也比 Turbo 3更猛 ，1.5K 120Hz OLED 的屏幕，窄边直屏，没有大塑料支架，玻璃后盖，5500毫安时电池加90瓦快充，续航呢挺稳。缺点呢是拍照差了些，用的是单屏 GPS。618参考价12加 256GB 1550元，12加 512GB 1750元。无论是7加近3还是84近3，在价格没有和8Gen 机型拉开300加差距的情况下呢，都不香。但如果说降到1600左右，就完全没啥毛病了。目前率先跳水的是1加 A43V， 整体性能调度呢还不错，5500毫安时电池加100瓦快充续航呢都挺稳，还有双屏 GPS 加3屏北斗。当然，拍照表现呢依然不咋地，不如2000档的8Gen 机型。618参考价12加 256GB 1630元，12加 512GB 1850元。如果说你的预算是2000到2500元这波8Gen 终端机确实是超值性能比肩旗舰，同时呢还有大电池、高功率快充，甚至现在相机都不再是扫码水平，满足日常随手拍呢也还行。这里呢主要推荐3款，分别是爱酷 Neo 9、红米 K70以及一加的 A43。这些机子呢我们之前都有做过横评，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机子的优缺点大家可以暂停对比。整体的颜值上呢 ，K70好于 A43，好于 Neo 9。
前两者呢是玻璃后盖加金属中框 ，A43 拖后腿呢还是后摄 Deco 造型，Neo9呢是塑料中框。性能调度上，三台机子呢都不错，都能畅玩原神。Neo9的主要问题呢就是玩星铁会降亮度。拍照方面 ，K70略好于 A43，两者的成像稳定性呢都要比 Neo9更好点。续航方面 ，Neo9反而是最好的，主要是王者的功耗优化呢比较出色。A43呢也不错，红米 K70因为电池容量更小，加上2K 屏，实际续航呢是三台机子里面相对更弱的。另外 ，K70和 A43都是双屏 GPS 加3屏北斗，Neo9呢是单屏 GPS 加双屏北斗。A43用的是超薄屏下 ，K70和 Neo9呢都是短焦指纹。618期间12+256GB，参考价呢都在1900到2100左右，16+512GB，价格呢都在2300到2500左右。如果说你对拍照没啥要求，跳水之后的魅族20 Pro 产品力呢还是不错的。对比以上3台8键终端机，质感、外围规格呢明显要更强。比如说同价位独一无二的超声波屏下指纹，解锁呢又快又稳，还有50瓦无线充电，0815的震动马达。用的是2K 120Hz三星 E6 屏幕 ，Flyme 系统呢基本没啥广告，美观度、应用性呢都不错。缺点嘛，即便是优化了1年，拍照还是扫个码的水平。星铁这种高负载游戏调度优化呢差了些。另外，这块2K E6 屏幕是480Hz低频 PWM 调光，频闪敏感的用户呢需要注意一下。618参考价12+256GB呢是2499元，12+512GB是2799元。今年3000到4000的各家中杯旗舰不仅拥有顶级的性能，同时散热堆料、电池、快充、相机呢都有不错的提升，而且经过几个月的厮杀比拼之后，价格呢也下来了不少。理论上喜欢哪个品牌或者说之前习惯哪个系统，直接买对应机型就行了。当然具体机型细讲的话，还是能够看出一些产品的不同侧重以及性价比高低。这里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参考。真我 GT5 Pro 5400毫安时电池加满血100瓦，配合8进3加 1.5K LTPO 屏幕，续航呢确实很稳，妥妥用1天。而且呢，它还支持50瓦无线充电，素质不错的 MX890 3倍长焦。发布的时候呢，背刺了1+12，同时呢暴打了 K70 Pro。缺点是这块 1.5K 屏品控的一致性呢有待加强。我们之前买了2台，一台呢倾斜后明显偏红，一台呢就正常。马达呢还是0809，还有就是真我的售后无法和 OPPO 互通。买给家里长辈用的话，需要注意一下。不过现在12+256GB只要3000不到点啊，真就属于是要啥自行车了。618参考价12+256GB 3000元，16+512GB 3500元。X100和iQOO12虽然说一个是天玑9300，一个呢是骁龙8进3，但实际的体验大同小异，都是5000毫安时加120瓦快充 ，OV64B 3倍潜望长焦。缺点呢都用的是短焦指纹，没有无线充电。这块 1.5K OLED 屏幕亮度均匀性弱些。核心差异呢就是屏幕的形态。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会更倾向于选iQOO12，因为直屏好贴膜，没有曲面屏的左右视觉色偏啊。同时呢还有1016大尺寸马达，哒哒哒用着很舒服。同配置价格也比X100呢略低些。两台机子618 12+256GB，参考价呢都在3100到3300元，16+512GB，参考价呢是3500到3600元。X100的马达呢是9595规格，支持 IP68。当然，新出的 X100S 呢也是直屏，只不过目前的价格对比降价之后的iQOO12实在是没啥优势，可以再等一等。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小屏全能机，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小米14呢依然是首选。对比小米13的综合配置呢更加全面，6.36英寸 1.5K 屏，配合超窄边框，单手呢隐隐可握。虽然说机身尺寸小吧，但是依然是性能小高炮，游戏性能不含糊，续航呢也更好了。主摄用的是 OV50H， 配合徕卡调色，素质不错。3.2倍 Gen 1长焦，支持微距，依然有 IP68 50瓦无线充电。缺点的是长焦在原生3.2倍还行，但是再往上变焦，画质劣化会比较明显。用的依然是短焦指纹。618参考价12+256GB 呢是3450元，16+512GB 3700元。荣耀 Magic 6算是近些年荣耀数字系列最强标志版了，有散热堆料，游戏调度优化出色，同时呢还有5450毫安时大电池带来的长续航，4尺面屏幕形态配合 AG 玻璃后盖，整体的质感呢不错，还有50瓦无线充电。缺点呢是快充依然只有66瓦，充电速度相比其他100瓦、120瓦慢了不少。另外在拍照方面，2.5倍小底长焦画质呢确实不太够看，外围规格依然是0809马达加短焦指纹。结合目前的价格，横向对比其他中杯啊，产品力呢会稍弱些。618参考价12+256GB 3500元左右，16+512GB 3800元左右。1+12名义上呢是数字标准版，但实际产品规格更像是 Pro 大杯机。5400毫安时加满血100瓦，快充续航出色，还有50瓦无线充电。2K LTPO 屏幕，支持中高亮度 LEDC 调光。拍照方面加入了 OV64B 3倍潜望长焦，0916大尺寸 XO 星型马达加超薄屏下指纹等等。
综合的配置堆料算是这些中杯机里面最全面的。缺点嘛，主要是这个马桶盖后盖造型争议比较大。发售初期呢，deco 部分还存在缝隙填胶的品控问题，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了。另外，主摄部分场景的色调阴冷，不太讨喜。618参考价12加256GB3550元，16加512GB3850元。如果说你比较注重手机的拍照表现，那么基本就进入了各家大杯、超大杯的选购行列。内存和存储容量选择上更加推荐16加512GB。相比上面的这些中杯机型，优势呢是主摄底更大，长焦要更强，录像优化呢也会更好。但是手感、续航、游戏方面可能还不如上面这些中杯机型。这里主要推荐3款机型。一面超大杯，一面中杯，是我们对于 X100 Pro 这台机子评测的结论。如果说手机拍照对你来说是高频需求，同时呢预算又卡在了4500左右，那么可以考虑这台机子。4.3倍潜望长焦，无论是高倍率变焦表现，还是近距离的微距拍摄表现呢都不错，晚上也能够轻松调用。主摄 IMX989，功耗呢要比 LYT900 高一些拍摄效果呢依然不错。蔡司 T 型镀膜，抗眩光鬼影方面呢也会表现更好。天玑9300加5400毫安时电池加100瓦，性能、续航、快充呢都 OK， 也有 IP68 USB 3.2 9595规格马达比0809强些，但是和0916、1010相比有差距。缺点呢是这个4.3倍随手拍还是太远了些缺少一个70毫米左右的中焦做接力，部分场景呢算法也存在过度 AI 的情况。指纹呢还是短焦，虽然说是曲面屏，但是额头下巴相对较宽，屏幕形态呢不够旗舰。618参考价12加256GB 4250元，16加512GB 4500元。正所谓没有不香的产品只有不香的价格。Find X7 Ultra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发布的时候这个机子口碑很一般一方面呢是价格，另外呢就是系统优化拖后腿。但是前2个月 ColorOS 打鸡血更新优化了息屏指纹、长焦解析力、系统动画等等，再加上价格一路下滑，可以说是今年618期间超大杯的版本答案。2K LTPO 屏幕综合显示效果不错，支持中高亮度类似调光，英寸大底加双长焦，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拍照需求。白天望远能力不错，更新之后10倍、13.3倍都有超分算法加持。另外，望远规格呢也没啥毛病，0916大尺寸马达，满血100瓦快充 ，IP68 超薄屏下。缺点呢是这个6倍长焦小光圈设计，晚上呢容易切回主摄变成数码裁切。虽然说是8进3但是星铁这类高负载游戏调度呢偏怂。618参考价12加256GB 4700元，16加512GB 5600元。相对于上代13 Ultra、14 Ultra 去掉了驼背设计，日常握持终于是像一台正常的手机了。正面等身微曲面屏幕形态看着比较舒服，外围规格呢也是该有的也都有，1010 Exo 线性马达，超薄屏下 IP68 80瓦无线充电 USB 3.2等等。2颗长焦都是 IMX858，多摄色彩一致性呢表现不错。另外5倍长焦光圈更大，加上2颗长焦呢都支持微距，无论远近不分昼夜，拍照呢都不错。日常扫街人文，影调风格呢讨喜不过人像拍摄这块呢有待加强。缺点呢是这个5300毫安时电池续航呢是明显不如预期的，基本和5000毫安时2K 屏机型差不多。90瓦快充速度也明显比 Find X7 Ultra 呢慢些。另外，可能是全系标配卫星通讯功能的关系，目前整体售价依然会比 Find X7 Ultra 贵个700左右目前价格呢是不如 X7 又来的香的。618参考价12加256GB 5500元，16加512GB 6200元。6500到1万这些机型论实际的产品力其实呢并不会比上面4500到6500强，甚至有些机型的短板会更加明显。这其中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新机刚上市的关系另外有一部分呢则是品牌溢价会更加高，就看你对品牌影响力有多少需求了。整个 Pura 70系列相对值得购买的版本呢，就是 Pro 版709010对比 9000S， 综合能效呢有进一步提升，续航呢要比 Mate 60 Pro 呢更稳了。鸿蒙4.2加持下，日常的动画流畅度呢依然是丝滑。正面4曲面屏幕配合弧形中框，握持手感呢很舒服。虽然说不是3D 人脸识别，但是质感支付、隔空手势、注视不熄屏这些功能交互呢依然有保留。主摄传感器尺寸不如 Pura 70 Ultra 来的大，但是绝大多数场景下Pro 对比 Ultra， 无论是长焦还是主摄，都拉不开什么拍摄差距，甚至部分夜景还是 Pro 更稳。外围规格呢有80瓦无线充电 ，IP68 卫星消息。缺点呢是和 OVM 超大杯机型相比，综合的影像表现依然有差距。9010的性能能效不适合玩原神、星铁这类中高负载的游戏。0809马达和短焦指纹在这个价位上也是明显的短板了。618参考价12加256GB 6499元，12加512GB 6999元。在将近1年时间的爆料之后，X100 Ultra 终于是最近发布了。
原本我以为既然发布这么晚，应该会在618期间给一波价格上的惊喜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还有一波降价空间。核心优势是全新的2亿像素3.7倍长焦，综合画质要比 X100 Pro 上的4.3倍要更强。主摄升级到 LYT900，功耗呢会更低。5500毫安时电池加持下，续航不用担心，采用汇顶最新的单点超声波屏下指纹。缺点嘛，就是快充规格下降了，80瓦有线加30瓦无线。屏幕形态相对于 X100 Pro 几乎是没啥变化，额头下巴呢对比14 Ultra 依然会更宽。当然这个机子目前我们还在评测中，后续会为大家带来视频。618参考价12+256GB 6499元，16+512GB 7299元。从 S23 Ultra 到 S24 Ultra， 后盖摄甲变化不大。当然说质感这一块，三星还是拿捏得死死的，尤其是这个钛灰色，正面边框更窄了，是目前安卓阵营里面唯一一个直屏超大杯。背面设计简约，但是辨识度依旧。想买一台小众不容易撞击的超大杯，可以考虑这个。这代超大杯有不错的散热堆料，高负载游戏不像之前三星手机那么怂。超声波屏下指纹识别快准稳，晚上用呢不会闪瞎眼。有 IP68 0620马达，主摄和5倍长焦画质呢总体不错。另外录像方面 ，S24 Ultra 在安卓阵营里面表现呢还是很能打的。缺点呢是中焦3倍依然是小底，画质不够看。网以外适合会折腾的人群。普通用户想要弄明白，还需要很长的说明书要看。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频闪比较明显。有线最高呢是45瓦，无线最高呢是15瓦，充电速度都挺慢的。618参考价12+256GB 呢是7500元，12+512GB 呢是8300元。钛金属中框大幅改进了 iPhone 15 Pro Max 的手感，换了 C 口之后也支持了 USB 3，甚至还能够外接移动硬盘录制视频。5倍长焦呢也算是这代 Max 的独有卖点了，但综合的成像表现依然不如国产超大杯。主要的优势呢还是视频录制环节领先甚至已经是成了不少短视频创作者的生产力工具了。A17 Pro 的性能感知提升不明显，但是 Max 的续航呢依然还不错，日常使用大屏体验呢也比 Pro 更好些。主力机用的话 ，iPhone 还是更推荐 Pro Max 吧。缺点嘛还是苹果老生常谈的那些都2024年了。27瓦有线加7瓦无线属于是幽默超速快充。iOS 单边侧滑返回手势难用，拍照眩光鬼影等等。系统动画呢是120赫兹的，但是很多应用里面依然是80赫兹效果。还有就是双卡信号体验依然不如安卓旗舰，尤其是在地下室弱信号这些场景里面。618参考价8+256GB 7600元，8+512GB 9600元。OK， 那么以上就是2024年618购机推荐的所有内容了。所有机型我们都罗列了主要的优缺点，方便大家结合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快速选择当然人无完人，机无完机，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618期间，如果说大家有其他好机好价，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讨论。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关注。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